今天我们来聊聊泰国。说实话，泰国也不好聊，当然也不是不好聊，就是怕聊起来不太容易理解。从抽象程度上来说，泰国应该和印度算一个档次。比如说曼谷的全称。ค่ะมาจากกรุงเทพค่ะชื่อเต็มๆก็คือ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อมรรัตนโกสินทร์มหินทราอยุธยามหาดิลกภพนพรัตน์ราชธานีบุรีรมย์อุดมราชนิเวศมหาสถานอมรพิมานอวตารสถิตสักกทัตติยวิษณุกรรมประสิทธิ์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使之城、宏伟之城、快乐之城、永恒的宝石之城、永不可摧的因陀罗之城，世界上赋予9个宝石的宏伟首都，充满着像是统治转世神之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宫，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毗湿奴建造的城市。再比如说曼谷的帕里瓦斯，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弥勒佛、玛利亚、唐三藏，还有大力水手、爱因斯坦、贝克汉姆，甚至还有蝙蝠侠、美国队长在同一个寺庙里共襄盛举的场景。再比如说泰国的征兵现场，因为变性人也需要到场，变得不彻底的还要抽签，所以每次都搞得像是选美比赛一样。那泰国为什么就这么抽象，怎么就能这么有活呢？简单点来说，因为它受到了印度的影响。自从种姓制度被确立之后，印度祭司们就致力于把这项先进的文化给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都能过上有一顿没一顿的幸福生活。其中他们的第一站，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东南亚。就拿泰国来说，泰国不仅学习了印度神话，而且还仿照印度的神话编写了一个叫做拉玛坚的神话传说，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神话体系。而且从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素可泰王朝开始，国王就已经通过印度的神话完成了泰国版本的君权神授，把自己神化成为了湿婆的化身。比如说在泰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崇拜叫做四面佛，它的原型就是印度神话里的梵天。那梵天为什么4个头呢？说是他有个女儿叫做辩才天女，因为这个天女实在太漂亮了，所以梵天就爱上了辩才天女。天女知道后就想躲，结果天女越是想躲，梵天就越是兴奋，于是就变出了4个脑袋，让这个辩才天女无处可躲。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既然印度的神话已经渗透进了泰国的历史，那印度的祭司为什么不传播印度的传统文化？为什么没在泰国搞种姓制度呢？因为不是祭司们不想搞，他们还忙着另外一件大事——斗法。我们之前说到过，种姓制度本质上就是一套社会分层制度，但是想要搞出一套新的分层制度，首先就得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可问题就是，泰国古代的社会结构类似于我们古代的分封制，王权对于地方没有绝对的控制力，管理地方的不是朝廷官员，而是各地的贵族。由于泰国本身也有着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贵族还有着另外一层身份——巫师。印度祭司想要搞种姓制度，首先就得打破巫师对于祭司的控制，所以这一波是印度的祭司碰上了泰国的巫师，属于是魔法碰上了魔法，双方刚一见面，二话不说就是斗法。尽管印度祭司有着超强的洗脑能力，但泰国巫师的剑也未尝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双方的交流都成了一大问题。祭司们说猿人创造了世界，他的身体变成了4个阶层。巫师们问什么是创造世界，祭司们说1加1等于2，巫师们问什么是家，双方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而巫师和百姓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祭司懂不懂法术，你懂不懂魔法，想在泰国混，你得会斗法。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斗法呢？斗法说到底就是看辩经的能力，就是说出去的话得能让人们不能反驳，搞出来的仪式得能让百姓愿意相信，这就需要去融合当地的文化。等到这些印度祭司好不容易融合了泰国的文化，压制了当地的巫师后，却没想到自己的家又被人偷了。在这个时期，印度出现了一位特殊人物，他创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教派，并且压制了印度当地的祭司势力。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剧情，僧侣们也想要向外传播，也来到了东南亚。面对这个全新的版本，泰王二话不说，又转头成为了佛学的守护者。等到这些新来的僧侣准备深入基层的时候，印度的祭司已经完成了本地化，于是这些祭司和当地的巫师就一起问出了那个抽象的问题，就是你僧侣懂不懂法术，你懂不懂魔法，想在泰国混，你得会斗法。于是僧侣也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和泰国的巫师，印度的祭司掀起了一场魔法对轰的抽象场面，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现代社会。比如说在2010年，泰国的2股势力出现争斗，面对着对方的武力威胁，另一方也用出了自己的绝招，他们请来了一位婆罗门祭司，让祭司发动了一场抽血行动，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血液全部都泼在对方的地盘上，对敌人进行狠狠的诅咒。基本上每次出现争斗事件，必不可少的就是快去西天请如来佛祖。虽然到了今天，僧侣们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其实这3种势力，这3类神仙早就已经出现了合流的情况。比如说大多数人都是僧侣，但是干得好的僧侣可能就变成了婆罗门祭司，干得差的或者还俗之后，可能就变成了民间的巫师。从这里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泰国会流行恐怖电影，为什么每部电影都会有斗法的桥段，因为这全部都是真实事件胡编。同时这也解释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泰国作为一个万佛之都会频繁的出现一些安全问题。第一个就是因为本地化的佛学有了很多魔法，尤其是印度魔法的成分，这些成分就为一些法外狂徒提供了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比如说他在犯错之前可以去祈福，祈福自己不会被抓住，就像是拜关公一样，犯错之后可以去
去捐赠，只要捐赠到位就可以赎罪，哪怕是被抓了起来，哪怕已经魂归了故里，那还有个投胎的说法可以安慰他。他认为自己有着好几条命，所以敢于尝试，所以容错率高。第二个就是因为泰国本身就缺乏对于基层的控制力，尤其是对于边境地区的控制力。之前各地的巫师和祭司，也就现在的地方贵族，依然对当地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完全不下乡，乡下有贵族，双方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既然缺乏对于基层的控制力，那为什么他就不加强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原因。在泰国的历史上，泰国的统治者既是国王，也是天神的化身，同时还是佛学的守护者。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数，殖民者来了。在殖民者的打击之下，各国都掀起了一场反对王室、变法维新的运动。结果还没等到泰国的百姓要求变法，时任曼谷国王的朱拉隆功就率先发起了一场变法维新，并且凭借着在英法之间左右横跳的能力，当然主要还是地理位置的因素，使泰国成为了整个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国家。这就相当于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光绪皇帝自发地完成了变法，而且还维护了整个清朝的领土，这就极大地提高了王室的形象。到了20世纪，全球又发起了一场推翻王室的风潮，有一个叫做阮平文宋堪的军人，准备联合泰国社会的各级势力，共同胁迫国王退位，让泰国的王室还政于民。结果时任泰国国王的巴查提普根本就没有给他们机会，还没等到他们胁迫，就主动让出了手中的权力，只留下了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众人。此后宋堪就成为了泰国的实际掌控者，同时也保留了整个王室，而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再往下，我们就看到了一幅奇景。首先，宋堪是靠政变上台，在1942年2战时期和日本达成了合作协议，使泰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到了1945年，宋堪被推翻，泰国又宣布之前的协议无效，然后又对已经投降的日本宣战，然后又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到了1948年，宋堪又发动政变，又成为了泰国新的统治者。到了1948年10月，陆军少将又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宋堪，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到了1949年，海军又发动政变，结果也是以失败告终。1951年，海军又发动，1957年，陆军又发动，就这么来回发动了20多次，而且成功率还出奇的高，尹锡悦听了也得落泪。那这个时候王室在干什么呢？在走访民众，在搞慈善活动，而且还新修水利、兴办学校，俨然就是一副忧国忧民的形象。当时的泰国国王叫做普密蓬阿杜德，在普密蓬的操作下，王室的形象被不断提高，从而获得了大量的民众基础。一边是说变就变的军队，一边是爱民如子的国王，泰国的民众很自然的就倒向了国王的阵营。此时也是通过政变夺权的沙利也深切的感受到泰国的风气确实说变就变，自己能变，别人也能变，那怎么办呢？于是沙利就开始选择和国王合作，由国王来赋予自己统治的合理性。所以在沙利时期，就将之前的说变就变，将之前的社会动荡全部都推到了诸位王圣先贤的身上，说他们不顾泰国的实际情况，贸然将其他国家的制度生搬硬套的放在泰国的身上，这就是导致泰国动乱的主要原因。那怎么办呢？沙利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国会权威，重新树立起神王的权威。简单点来说，就是把国王打造成为集王权、神权、民权为一体的至高神，然后自己作为神的臣子来治理国家。而这个模式就一直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掌控者，任何的势力之间都是合作关系。而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现象：泰国一方面是旅游大国，就算是为了旅游产业，也要尽量的保证游客的安全，但一方面又存在着各种黑产，因为没有能力打击这些黑产，所以两者只能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而这又导致，当这些见不得光的问题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的时候，就很难保证没有人不会越界，没有人不会铤而走险。而让这些人铤而走险的原因，就是缅甸的一些电诈集团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另外，除了神话上的抽象、结构上的抽象之外，泰国有些僧侣的表现也比较抽象。比如说，有个叫做普拉旺的僧侣，他既是僧侣，同时还是网红；既是佛学院毕业的高僧，同时还是一个变性人。后来还找了一个男朋友。再比如说，有多位僧侣因为搞多人聚会被开除佛籍，原因是没钱让他们感到焦虑，其抽象程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